哲学爽歪歪，吼力松歪歪。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之前我们介绍了尼采跟维根斯坦，这两人都大力批评了苏格拉底。今天这集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苏格拉底出生于公元前470年，他成长的年代正好是雅典由盛转衰的时候。小时候看着雅典人打波西战争，3次战胜波斯帝国，但到了40岁时，自己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却亲眼目睹雅典败给了斯巴达。当时雅典城邦没落，社会上的年轻人开始质疑社会现况，质疑什么叫做爱国。雅典的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吗？在年轻人彷徨无助，想要知道真理的时候，有一群号称自己是知识专家的人出现，专门教导说话的艺术，也就是修辞学，借此收学费大赚一笔。这些人被称作智者派，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成功学大师、品牌行销讲师，到处教人如何说服别人获得成功。因为雅典是直接民主的社会，每个公民都要有为自己辩护的能力，而且如果想从政，就要知道如何在演说时讲人们想听的话。所以智者派在当时雅典非常热门，他们最常用来讲赢别人的话术就是相对主义跟怀疑主义。例如有位智者叫 Protagoras， 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当人生病的时候，感官感觉会变不敏锐，吃东西会变得食之无味，等到恢复健康的时候，食物的味道又会变好。但你不能说病人的感觉是错的，病人的感觉对病人来说是完全真实的。人永远只能从自己的观点看世界。如果在往上推到社会文化的层次，就变成每个文化都可以有自己的道德价值标准，所有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谁对谁错。还有一位智者叫做 Gorgias， 他说即便人可以认识世界，这种知识也无法与别人沟通。像是你的眼睛可以看到红色，但你要怎么跟别人沟通你看到的红色？你必然是用声音传到别人的耳朵里，但是人怎么可能靠听觉来理解视觉呢？你不可能用耳朵来看到红色，所以用语言传递存在经验本身就不可靠。所有真理都是可以怀疑的。这种相对主义跟怀疑主义的思潮，就是苏格拉底要对抗的。因为哲学要追求的真理一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不会受限于个体、历史、文化。但现在这些智者却把自己假扮成掌握真理的专家，实际上只会打嘴炮。所以苏格拉底决定进到人群里，跟年轻人对话，为雅典公民提出一套全新的求知方法。苏格拉底问雅典将军什么是勇敢，雅典将军回答：勇敢就是固守岗位，对抗敌人。苏格拉底说：那生病的人对抗病魔就不勇敢吗？好吧，那勇敢就是坚韧不拔。苏格拉底又反驳说：坚韧不拔的做蠢事算勇敢吗？好吧，那勇敢就是知道什么不该惧怕。哦，那可以有勇敢的猪吗？当然不行，勇敢只能用在人身上，因为勇敢是不怕坏事，所以是一种涉及好坏价值的知识。苏格拉底又说：如果是这样，很多德性都是涉及好坏价值的知识啊，但我问的又不是其他德性。讲到最后，雅典将军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勇敢。这就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透过不断的举反例，试图找出一个概念的定义。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定义？我们彼此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就好啦，干嘛要这样钻牛角尖？对苏格拉底来说，定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关乎到你声称要传授的东西是否真的可以传授。像是几年前很畅销的书《被讨厌的勇气》，里面举了很多例子，教人不要怕在人际关系里做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连勇气的定义都搞不清楚，怎么会知道勇气可不可以传授？像古希腊有一派人就认为勇气是先天的赠礼，就跟智力贵族血统一样。那如果勇气根本无法靠后天养成，你还在那边教别人要有被讨厌的勇气，结果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要先定义清楚勇气是什么，才能知道是否可能培养勇气。还有另一个关键是，苏格拉底想要定义的都是跟德性有关的概念，像是什么是勇气、节制、正义，因为他希望找出这些具体德性的共同之处，也就是从各种德性的例子再往上追问德性本身是什么，让我们把勇气、节制、正义都定义为德性。苏格拉底做了一个比喻，我问你什么是形状，你回答
三角形、正方形、圆形，这些都是形状。但我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东西被我们定义成形状？那是因为它们都是物体的限度，这才是形状的本质。同样的，苏格拉底要追问什么是德性的本质。有人回答，德性就是让人追求美好事物的能力。苏格拉底反驳，那用不正义的手段来获取美好事物也是德性咯？当然不行，必须要靠正义的手段。但正义本身就是德性的一个例子了，结果你又用德性的例子来解释德性，就像是用正方形来解释形状一样，又犯了之前的错误。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这些讨论最后几乎都没有标准答案，让人感觉好像苏格拉底只会反驳，却不说自己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导致许多雅典公民对他反感。苏格拉底却回应说，人们会感到不悦，其实就像是分娩之前的阵痛，代表新的知识即将诞生。在雅典，只有不生小孩的女人才能帮人接生，像苏格拉底的母亲就是一位产婆，而苏格拉底自己则是帮男人接生，生产出他们内在的知识，而他自己反而没有小孩，也就是他承认自己无知。所以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又被称为精神助产术。相比之下，智者派就像是一群假装有怀孕的人，假装自己怀有知识，还把知识当成商品在贩售，仿佛知识可以从有知的人传递给无知的人。但苏格拉底认为正好相反，哲学家不是真理的拥有者，而是引导者、启发者，先从对方认可的前提下手，再不断质疑、反问，来揭露对方的无知，这样反而能够帮助对方。因为只有在我们感觉困惑时，才会有追求真理的冲动，让真理有机会在对话过程中显现。最终，每个人都会在自身中发现知识，变成不一样的人。所以，跟苏格拉底对话过的人，就不会再用过往的方式思考世界。以往雅典人讨论事情时，常常是诉诸神话的力量，动不动就搬出荷马史诗、奥林帕斯诸神来为自己辩护，或是用智者派教的修辞话术来驳倒别人。但现在，苏格拉底诉诸的是理性的力量，用日常语言就可以追求真理，不需要神话或是修辞。而且追求真理不是一个人的事，真理出现的前提需要两个人用理性对话。对话 dialogue 的字源就是在两个 logos 之间，在两个理性之间辩证。所以在苏格拉底之后，辩证理性取代了神话 ，logos 取代了 mythos， 正式为西方思想开启了哲学的时代。苏格拉底透过对话法刺激公民，质疑他们习以为常的神话道德，让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提炼意见，试图打造新世代的雅典人。而这场知识革命其实是为了一场更大的革命，就是让雅典人重新思考何谓美好生活。苏格拉底假定人类行为的终极动机是每个人都想实现美好幸福的生活，没有人会欲求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但是所谓美好幸福是对当事人来说是美好的，每个人要先知道他所追求的美好人生是什么。当你确定这个目标时，就会把自己的欲望导向它，并排除会阻碍自己达成目标的其他欲望。正确行动的前提是去认识什么才是对我最好的，否则的话，人就没有理由去行动。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是德性。这里的德性是指一个人对他自己幸福的认识，知道如何达到对自己最好、臻于至善的状态。所以在古希腊文里，德性可以用来形容道德的好，也可以用来形容技艺卓越，因为这两者都是迈向圆满成功人生的要素。苏格拉底认为，人最常犯的错就是搞错了什么会带给你幸福，这是一种认知上的缺陷，也就是无知。例如，多数人追求物质财富、感官享乐，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人生。苏格拉底说，这些人搞错了，因为物质财富只有在运用得当时才会带给人好处，而运用得当需要人的智慧，但智慧又需要知识的积累，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知识。财富带来的好处是有条件的，只有在智慧运用下才会带来好结果，但知识带来的好处是无条件的，可以让人更认识自己，进而使生活的所有面向都变得更好。所以苏格拉底就认为，在道德上做坏事的人不是真的想要作恶，他们只是搞错了，以为做坏事是好的。像是古代暴君把处决老百姓当成娱乐节目，因为这些事情带来的快乐近在眼前，导致他们误以为这可以带来最大的快乐。所以道德上的错误其实是源自认知上的错误。恶不是源自人性的欲望，
而是源自于无知。这就像投资的人明知道把资金放在长期持有的基金更安全，他却选择冒险投资短期高风险的股票，结果导致亏损。这是因为他被贪婪的欲望驱使吗？不是。对苏格拉底来说，他只是认知错误，不知道什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过美好的生活就是去追问能够实现幸福的知识，去问自己，我欲求的目标真的是对我最好的吗？而这种知识追求最终会通往德性实践，因为每个人都会根据怎样才对自己最好来行动。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苏格拉底生前在做的事。雅典人认为他们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用修辞学说服别人。苏格拉底却跳出来质疑人们生活中常用的概念，而这样的质疑不只是一种哲学思考，因为苏格拉底真正的目的是告诉年轻人，你们不假思索就认为你们应该这样生活，但你们生活的方式根本活错了。这造成当时的雅典人对苏格拉底非常不满，认为苏格拉底就跟智者派没两样，只会到处怀疑，而且他又喜欢挑战权威，揭露别人思想中前后矛盾的地方，所以权威人士也对他很不满。再加上苏格拉底又长得丑，而在古希腊，长得丑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古希腊人不只歧视丑人，每年还会把最丑的人抓去献祭。还有最严重的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Critias 受他启发后，对民主产生怀疑，组成30人建主集团夺权，导致雅典的民主政体被推翻了一段时间。所以雅典人发现苏格拉底太危险了，就在公元前399年对他发起了一场审判，罪名是苏格拉底对城邦的神不敬，引入其他的神又腐化青年。因为受审时柏拉图也在场，就把整个过程写在他的对话录辩护篇里。整场审判可以分成3个阶段。首先，苏格拉底要澄清雅典人对他的长期偏见，因为这些偏见会影响陪审团的决定。所以苏格拉底讲了一个故事，他的朋友到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求神谕，神谕说全雅典没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苏格拉底非常惊讶，我怎么可能是最有智慧的？所以就决定跑去问那些号称有智慧的专家，跑去问政治家，发现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带领城邦人民；跑去问诗人，诗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只是灵感来了就创作；跑去问手工艺者，发现他们本业干得好，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但是在专业以外的事情都很无知。原本智慧是指人对专门技艺的掌握，像是政治家有治国的智慧，鞋匠有造鞋的智慧。但苏格拉底却发现，有些专家是对自己的内行无知，有些专家则是对自己的外行无知。只有他愿意承认，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不是说苏格拉底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而是说他不会声称自己拥有明明就没有的专门知识，像是回答什么是德性、正义、勇敢。他可以用道德直觉判断对方说的对或错，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种直觉。所以苏格拉底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知识的匮乏，只有知道自己理性的极限，才是具有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到处质疑雅典人的结果，反而是证明了神是对的。雅典人都很无知，但只有苏格拉底知道自己无知，而这件事情苏格拉底发现只有神知道，所以跟神的智慧相比，人的智慧微不足道。但是神为什么要派一个人到人群中告诉他们自己其实没有智慧？有一种解释是因为知识会导向德性，所以自我认识跟灵魂向善有关。也就是说，神想要每个人完善自己的灵魂，而苏格拉底是阿波罗神的一个媒介，所以他其实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他相信雅典的神，而雅典人竟然还告他不信神。所以接下来苏格拉底就要开始为自己辩护，反驳原告 Meletus 提出的罪状。第一个是宗教理由，指控苏格拉底是无神论，而且还引进异端。什么异端呢？苏格拉底说自己从小就听得到一种守护灵的声音，每次他想要做某些事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会出来制止他，尤其会禁止他从事公共政治活动，甚至会用托梦的方式来告诫他。奇怪的是，在审判时这个声音却没有出现。那么这个守护灵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呢？有些学者认为这是阿波罗神的天启，有些学者认为这其实就是道德良知。哲学家黑格尔则认为这是被苏格拉底的意识系统外化的无意识声音。
不管这个声音是什么，重点是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用它来取代奥林帕斯诸神。苏格拉底的反驳是：你第一个指控说我是无神论，第二个指控又说我引入异端的神。但如果我是无神论者，又要如何引入新的神？所以两个指控根本自相矛盾。接着，苏格拉底再继续反驳第三条指控：腐化青年。苏格拉底问 Meletus： 既然你认为我对年轻人有害，显然代表你知道谁才是对年轻人有益的咯，否则你是否真的关心年轻人就很令人怀疑。结果 Meletus 哑口无言，赶紧辩解说：全雅典公民都在教育年轻人，让他们变更好，只有你在腐化他们。苏格拉底反驳说：如果全部公民都让年轻人变好，那年轻人现在不是每个都很有德性，每个都幸福极了吗？但事实上并没有，我并没有带坏年轻人，而是遵从阿波罗神的使命，让世人知道自己的无知，这才能带给城邦最大的利益。苏格拉底比喻我就像一只飞虫，想要给懒惰的马一点刺激，没想到马被刺激之后不懂得感激，还想要打死这只飞虫。苏格拉底的辩护到此结束，陪审团投票认为有罪的280票，无罪的220票，所以第一轮审判的结果是苏格拉底有罪。接下来要进行第二轮审判，就是要判什么刑。有人提议死刑，有人提议逐出雅典，以后最好让他都闭嘴。苏格拉底回应说：我不能闭嘴，因为未检视的人生不值得活。有人听到可能会说：苏格拉底凭什么管我怎么生活？又不是每个人都要当哲学家，我就喜欢每天耍废不行吗？像是自由主义哲学家 John Mill 就说：你可以自由选择要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一只快乐的猪。但是苏格拉底真正想跟雅典人说的是：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因为更值得活的人生是可能的。从社会强加给你的那些理所当然的价值观中解放，反省对自己真正最好的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最好的生活是追求真理跟德性，因为这两者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而没有人不渴望幸福的生活。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在帮雅典人实现幸福人生，因此他的刑罚应该是宣布他是公众的恩人，以后可以在市政厅免费吃3餐。听完后，陪审团整个傻眼，连原本投苏格拉底无罪的人都有80个人跳槽支持苏格拉底判死刑，所以苏格拉底被定罪，必须喝下毒酒赴死。在审判完苏格拉底后，因为城里刚好有祭典活动，要纪念特修斯战胜米诺陶洛斯，为了保持仪式的纯洁，这段期间不能处决犯人，所以苏格拉底就在监狱里被关了1个月。这时候他的学生就买通狱卒，想要帮他逃狱，但是苏格拉底坚持不逃，反而是利用这最后的时光跟学生进行最后一次的对话。苏格拉底说：已经错过最佳逃跑时机了，原本我可以合法选择被放逐，但现在已经被判死刑，如果逃狱就是犯法，反而真的成了别人口中腐化青年的罪犯。但为什么要守法呢？因为如果没有雅典法律，我父母就不能合法结婚，没有我父母结婚，就不可能有我存在，所以我生命的立足点就是法律。而且这时候的苏格拉底已经70岁了，逃到异乡被别国人当逃犯很难生活。最重要的是，苏格拉底要实践自己的教导。他的学生在监狱里问他：你不怕死吗？苏格拉底说：死的那一刻起，我就消失了，那就不会有任何感觉，所以死亡就像一场没有梦的安眠，那有什么好怕的？而且人有身体，有身体就有需求欲望，有需求欲望就会让人无法专注在思想的成长、灵魂的提升，所以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狱。那么死亡反而是让灵魂脱离身体牢笼的机会，死后去另一个世界，还可以见到古希腊七贤，跟他们讨论哲学，可能比跟你们这些学生在一起还快乐。所以苏格拉底不需要逃狱，因为他的灵魂很快就可以出狱了。最后苏格拉底要喝下毒酒时，他跟学生说了一句遗言：记得帮我还给 Asclepius 神一只鸡。这是什么意思呢？尼采认为 Asclepius 是古希腊的药神，生病的人会送给药神一只鸡，保佑身体康复。所以对苏格拉底来说，如果死亡是从疾病中痊愈，那不就代表人活着本身就是一场病？苏格拉底的态度其实呼应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即是德性。当我知道死亡并不可怕，而是会带来幸福时，我就有面对死亡的勇气。因为勇气就是源自知道什么是不该惧怕的。仿佛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来告诉他的学生，什么是真正的勇气。
苏格拉底作为西方第一位大哲学家，死后更是启发了无数的西方思潮。柏拉图说：“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是，第一是我身为雅典人而不是蛮族；第二是我身为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第三是我身为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最幸运的是，我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直到罗马帝国时期，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 Justin 跟 Origen 会把苏格拉底之死跟耶稣受难一起比较，两者都是一个人影响群众对抗多神教，都被国家指控不信神，引进异端声明。而在近代，也有许多哲学家非常看重苏格拉底，像是黑格尔就认为，苏格拉底出现以前的雅典人都是遵照上一代的道德要求在生活，苏格拉底出现后，人应该如何生活变成了一个必须反思的问题，而苏格拉底诉诸的是一个高于集体道德感的权威，自己内在的声音。当客观的集体道德跟主观的个人良知产生冲突时，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这也反映了人类精神的发展阶段，就是国家跟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成为一体。所以苏格拉底的死虽然是两种道德冲突下的悲剧，却是整个世界精神要向上提升的必要辩证过程。另一位丹麦的哲学家齐克果对苏格拉底的评价是：世界史可以证明一个人是对的，但他不会得到他那个时代的认可，所以他会成为历史的牺牲品。但因为他在后来的历史中被认可了，所以他终究是获胜的。人必须通过成为牺牲品来获胜。齐克果认为，苏格拉底不只是殉道者，还是上帝的信仰者。因为他对道德权威的不断质疑，揭露了客观世界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正是信仰的基础。因为如果我能客观理解上帝，我就不会需要信仰上帝。正是因为我不能客观理解上帝，我才必须相信上帝存在。所以苏格拉底的精神可以成为基督徒信仰上帝的预告。最后，尼采则是认为，苏格拉底教导希腊人，错误的人生是源自于缺乏知识，导致求知的意志侵蚀了希腊神话跟悲剧里的非理性力量。原本神话跟悲剧的深度就是源自对理性的抵抗，这种抵抗让创作可以保持源源不绝的活力，是生命力的象征。但苏格拉底却厌世地认为，活着本身就是一场病。所以尼采说，苏格拉底的确有病，病名就是误以为生命是一场病，害最有生命力的希腊文化从此衰退。但同时，尼采也肯定苏格拉底具有超人特质，因为他超越了当时的所有希腊人，告诉他们应该追求一种全新的人生，更值得活的人生是可能的。直到今天，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依然是源自于苏格拉底之死。人作为自由的思想者，跟国家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如果讲出真相真理会威胁到城邦，人应该要忠于真理还是忠于国家？又有谁有权教育下一代的公民认识自己？应该交由平庸大众做民主决定，还是追求真理的少数哲学家？如果哲学家可以引导人们追求真理，却有可能成为民主暴力的牺牲品，那么哲学家到底该如何安身立命？别忘了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牛津通识苏格拉底一本。如果你需要隐私又安全的跨国 VPN 服务，欢迎使用 Surfshark VPN， 注册一个订阅账号，即可在无限多个装置装设并同时使用，并且支援所有平台的应用程式，无论是 PC、Mac、Android、Apple TV、Xbox 或是 PlayStation， 都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旅游时可以连线不同国家的 VPN 伺服器，让你绕过审查封锁，不受地理限制。Surfshark VPN 注重隐私，不会保留你的资料。全天候客户支援，让你的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还有30天保证退费机制，让你能够30天试用 Surfshark。现在输入折扣码 SuperY， 还可获得 83% 的折扣和3个月的免费试用期哦。本集影片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订阅 Cat 网红馆，即可抢先14天看到超级歪的最新影片。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
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